想不想知道20多年前的事啊？好了。不过洪老大，不要让我等太久，要不然我的嘴巴扬起来会乱说话哦。那个老柯不知道什么来头，不知道老爸为什么那么怕他。爸做事情一向有自己的道理和想法。令本身就是一个催眠高手，而且他的心房很强，要催眠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但是我还是觉得慧心在隐瞒什么事情。如果今天这个人不是你的妹妹，你会不会跟我一样也怀疑她呢？ 天色向晚，黑夜要浸湿一片荒凉，还在寻找停靠的肩膀，问情是否要永远作伴？云里月光，散发着看不透的光芒，还在梦里想着今朝花。 谁的心迷失了方向？心路一步一步在回转，心事一串一串看不穿，好想靠近了，却又遥远的渴望。心情一起一伏越迷惘，心声一字一句轻轻唱。 人心挣扎，继续探访生命真相。心情一起一伏越迷惘，心声一字一句轻轻唱。 人心挣扎，继续探访生命真相。谢谢啊。Madam， 我有些发现。 我在这里找到很多功课本，都写得满满的，而且有修改过的痕迹，但找不到个人的署名和学校的名字。搜过整间房子了吗？搜过了，全部都在这里。2年级，看来那个小女孩不是自闭吧 Madam， 文件的口供录完了。文杰啊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有没有头痛啊、头晕啊，是哪里不舒服？医护人员怎么说？ 他们说只是轻微脑震荡，不过如果要详细的情况，还是到医院去查一下比较好。脑震荡啊？那你还是去医院吧，我载你去。不用了，我没事。为了安全起见，你还是去吧，我载你去。Madam， 我刚向附近的居民查问过了，他们说这单位住的是一对母女，平时很低调，很少出门，一直都待在家里，就算见到邻居也不打招呼。我看这里的环境，这里应该是小女孩的住所。不过我不了解的是，为什么她的母亲要袭击我？ 你怎么知道是他的母亲啊？我被打之前看到一个女人的身影，我估计就是她母亲。陈叔，赶快去查出这对母女的身份。Yes, Madam。你想说什么就说吧，我知道你想骂我自作主张跟踪那小女孩。哎呀，我只是想知道她到底回去哪里嘛。我已经说很多次了，你不是警察，你这次很幸运，只是被人家打。万一你遇到杀人犯怎么办？ 算命的说我会活到70、80岁，我不会这么早死的。你可以认真一点吗？至少我们现在知道小女孩有个母亲。奇怪的是，母亲为什么不让女孩上学，在家里教她念书？而且那个母亲的心肠也不坏。你又知道人家的心肠不坏？她手下留情啊，只打我1次。如果她狠毒的话，我早就玩完了。搞不好你现在的头颅正在内出血，过一阵子呢就会变成血块，压住你的血管，导致你昏迷不醒。喂。 讲话需要那么狠吗？还有更狠的没说呢。喂，你走错了，我家是往前的。我知道，我现在需要载你去医院做脑部扫描。不用啊。笑什么呀？你还记得我们读大学的时候，跟同学们去爬山，结果我不小心从山坡摔下来的时候？当时你还坚持自己没事，不肯去医院是吧？你
就像现在一样强迫我去医院。所以这就证明我没变，是你变了。啊？什么？没有。进来。麦等，老柯的案子有新的发现。澳门警方传来消息说，他欠下赌场还有财务公司超过100万港币的债务。所以他从澳门回来，可能是为了要讨债，也可能是回来找钱还债的。Madam，已经查到老柯最后一通电话是打给什么人了？老板，有警察。安妮，你们怎么会来了？钟道成是不是你们这里的管家？是啊，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吗？最近发生了一起命案，我们需要他协助调查，他在吗？阿成最近身体不好，我放了他大假，他在什么地方我们真的不知道。你有没有他的住家地址？有啊，你跟我司机拿吧。Jason， 追根近。茶很香吗？洪先生，请问你认不认识一个叫柯有正的人？哦，老柯嘛，他以前跟过我之前还在餐馆跟他见过面。你们聊些什么？也没什么，他说想回来做点小生意，问我有没有门路。你们聊了多久？大概10来分钟吧。之后呢？之后就没有再联络了。他欠了赌场还有财务公司一大笔钱，这件事你知道吗？他已经离开我很久了，他在外面的事我也从来不过问的。他突然来找你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没了。如果你欠人家一大笔钱，你会随便跟人家说吗？他有没有跟你借钱还债？我也希望你们警方能够早日破案，可是很遗憾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守在楼下，其他人跟我走。如果你有钟道成的消息，请你联络我。好啊。谢谢，打扰了。爸，陈叔跟柯有正到底有什么过节？为什么警察会找上门？我也不知道。阿成啊，警察已经找上门了，找个地方避一避吧。爸，查好了。啊。Madam， 找不到钟道成，他没有在家。马上联络移民局，要海关加强戒备，绝对不能让钟道成离开这里。好。洪老大在上个星期第市价18仙抛售他手上的股票，总数差不多是100多万。你们手上的发有里面的数据资料。洪老大这么精明，他不会做亏本生意。他这么急着套现，肯定是跟老柯的财务纠纷有关。或许他有什么把柄落在了老柯的手上。已经查过所有的出境关卡，没有钟道成的离境记录。那我们有理由相信他还躲在本地。喂，我是钟道成。钟道成，你在哪里啊？你们不需要再浪费时间查下去了。我就是杀死老柯的凶手。你为什么要杀他？老柯手上有我以前犯罪的证据，他要挟我给他50万，否则就会向警方告发我。我没有钱，也不想坐牢，就跟他谈判，结果一时错手杀了他。那你现在打给我跟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想要自首吗？是。好，那就请你前来警局一趟。喂，喂，查一下这手机号码的来源，我们一定要把他抓回来。认识的。
在这里。打电话叫法政部。 Yes, ma'am。你觉得老柯是不是钟道成杀的？这个问题，不是应该由你来告诉我吗？虽然钟道成自己向我们承认老柯是他杀的，但是我们警方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一点。我们相信老柯的死跟你爸爸有关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我们查到你爸爸曾经用低于市价10%的价格抛售一只股票，他获得了100多万。你爸爸是个聪明的商人，他知道这只股票不值这个价钱，他为什么这么急着把它卖掉呢？他为什么这么急着用这100多万呢？这只是你的猜测，你不能单凭这一点就怀疑我爸。或许我爸他真的需要用到钱，所以才逼不得已低价出售这只股票。那他为什么急着用这笔钱呢？我想你也知道这件事没有这么简单。钟道成的死肯定另有隐情。如果你有证据的话，你就去抓人啊！我跟你说了这么多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我觉得我爸并没有说谎。身为儿子，我更加没有怀疑他的理由。不管怎么样，我站在我爸这边。自己说吧，老爸他是不是很莫名其妙？明明在帮他解决问题，还要被他骂。爸做事情一向有自己的道理和想法，你就照他的意思吧。他不想你插手的事，你就别管了。看着老爸被威胁，我怎么可以不插手？你哇哇嘞！那个老柯不知道什么来头，不知道老爸为什么那么怕他。爸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回房休息？阿成16岁就跟着我到处闯荡，记得那时我是从另外一个黑社会团体把他给拉垮了。我看他人不错，就收留了他。一转眼就是几10年，我一直把他当成自己亲人一样。别难过了，我相信陈叔也不想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。没有想到，他就这样走了。Madam，我已经找到租房子给那2母女的屋主，同时也确认了那个女子的身份。她叫李友玲，今年32岁，是槟城人。她住在那个地方已经半年多了，可是最近他们的经济情况似乎有问题，已经拖欠了2个月的租金。屋主有没有他的联络号码？有，我打去了，但是已经是空号了。那屋主平时怎么联络他？根据屋主说，他平时都很准时交租金，所以也没有联络他。要是有事的话，他会直接上去找李友玲，所以不知道他这个号码是空号。还查到什么？我到移民局去查过了，李友玲和她丈夫赵天成在8年前搬到本地居住，2个人虽然没有离婚，但是却已经分居多年了。分居之后，赵天成一个人住在槟城，再也没有回来过。我也派人到那个地方去找他，可是已经空无一人，看环境也不像是有人居住。所以说赵天成失踪了？可以这么说。哇，他们2个人的背景太复杂了。还有一点，根据资料，他们2个没有孩子。那个小女孩是谁啊？查到了吗？我们暂时也没有那个小女孩子的资料。我想，会不会是李友玲跟别人生的私生女啊？但是如果是私生女，也不会把她关在家里不让她上学吧？她分明就是想要断绝这个小女孩和外界的关系。她这种行为太不寻常了。我想她应该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，而不是私生女这么简单。我看你联络一下槟城那边的警察，看看能不能够找得到赵天成。Yes, madam。文杰，要吃什么东西吗？哦，不用了，谢谢。那我先去吃午餐喽。OK， 拜拜。看了这么入神，看什么？
你记得之前我跟你说过，我在商场看到一个小女孩偷了一本财经杂志吗？她现在失踪了，我希望能够在里面找到一些线索，早点找到她。臭小子，发薪水给你的人是我，不是警方，所以就请你好好的完成你该做的工作。查案的事情就交给警方去做。方太太那个 case 资料你看了没有？她明天要上来要讨论官司的细节的。放心吧，我等一下会处理的。唉，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做来干嘛呢？警方也不会颁一个好市民的奖给你。啊，就是他了，黄万生害得我很惨了。人家是富豪啊，第一富豪，你认识他？前一阵子啊，我的朋友叫我投资在他家的股票，说什么包赚不赔，我就丢了一大笔钱在他那个房地产的股票，结果呢死了。现在啊，所有的股票被套牢住，我就像个大闸蟹一样动弹不得。买股票哪里有包赚不赔的？要么你就是太天真，要么你就是白痴。要死啊！骂我白痴啊！哎呀，不提了。要吃午餐？不吃了。真的不吃啊？省钱。Sorry， 警局有很多东西要做。没关系。你给我 Blue Lagoon 吧，谢谢。李有林那边有没有新的线索啊？陈叔刚刚从槟城警察那里查到，李有林的丈夫赵天成有勒索还有欺诈的案底。我也有新的发现。什么？你知道谁是黄万生吗？那个刚过世的超级富翁。我怀疑那个不说话的小女孩就是他的女儿。怎么会这么说啊？黄万生有个女儿，在2011年被绑架。当时他刚满4岁，黄万生虽然还了赎金，可是等了几天女儿都没有回来，后来还传闻被撕票了。好像有点印象啊。我们一直都搞不清楚为什么一个小女孩要偷一本财经杂志，唯一的解释就是她对在封面的黄万生有印象，所以想买下杂志多了解他。可是她没钱，所以只好偷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李有林带的那个小女孩是黄万生的女儿？你刚才不是说了吗？李有林的丈夫曾经有过勒索的案底，我们设想一下。他策划了一个绑架案，收了赎金，再拐带肉票。我们这样想下去很合理啊。李有林又没有孩子，而且那个小女孩看起来好像是7、8岁，她的年龄的确跟当年的肉票是符合的。这样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李有林很害怕让女孩子跟外人接触，把她锁在家里不让她上学，甚至我跟踪她回到家的时候，为了不让我看到她的面孔，把我打晕。哎呀，你不当警察真的太可惜了，谢谢你啊。Cheers。Madam， 张女士到了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嗨，这位就是张女士，黄万生先生的太太。你好。这位是黄万仁先生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赵安妮。Madam， 我一接到你的电话说有我女儿的消息，我就立刻赶过来了。你们是不是知道她在哪里啊？你们先坐吧。我想问问你，你的女儿的右肩膀上是不是有个红色的胎记？是啊，是，那是姚丽。那她现在在哪里？我们暂时没有她的下落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之前的确是有见过她，但是她失踪了。所以我们这次请你来，是希望你可以跟我们配合，把她找出来。你确定要这么做吗？我已经决定了。都过了这么多年，这些年来陆续传来找到姚丽的消息，可是最后都是一些流言或是骗局。可是姚丽的右边肩膀胎记是红色的事情，那个 Madam 是不可能会知道的。所以就算只有1/1000的机会，我都要尝试。
那你尽快联络媒体朋友，我要开一个记者招待会。好吧。可以。王月台你好。大家早。大家好，今天很感谢所有媒体朋友的出席。其实我们今天召开这个记者招待会呢，是因为我大嫂张女士有一件事情想向大家公布。大嫂，我先生黄万生去世之前有遗言，他想将一部分的财产捐出来做慈善公益。我这次过来就是为了要完成他的遗愿。请问张女士，你会怎么运用这笔基金呢？相信大家都知道，我女儿姚丽在4年前就给人家绑架，至今下落不明。所以我决定以她的名义，将这笔钱捐给孤儿院，让更多无家可归的小孩有一个家。当年的绑架案到现在都没有抓到凶手，请问张女士，你会不会觉得遗憾？有没有想过一定要把凶手揪出来，将他绳之于法？这一切都是命，我已经接受了。能不能抓到凶手，也已经不重要。可是自从我女儿离开之后，我跟我先生每天都活在痛苦之中。我只想找回我女儿。你的女儿已经失踪那么多年，请问张女士，你会不会觉得她已经……我真的希望我女儿还活着，所以我今天要再次呼吁，不管是什么人，只要帮我找到我女儿的话，我绝对不过问对方的身份，而且还会给他10万块作为感谢的酬劳。我什么都不在意，我只要我女儿回来。我求求大家帮帮忙，我只要我女儿回来。大嫂，对，大嫂，大嫂，帮我打电话叫救护车。大嫂，大嫂，大嫂，哎，文杰，哎，文杰，之前呢，你说那个小女孩啊，就是黄万生的女儿。对啊。哇，你找到大富豪失散多年的千金哎！也不是真的找到，就算是真的找到，也不怎么样嘛。我跟你说，那个张女士啊，一定很感激你的，她一定给你一笔很大的酬劳，你准备发一笔大财吧。袁叔，帮助别人不一定每次都需要求回报的。我没有那么伟大。再说呢，帮到人家呢，要跟对方要一笔酬劳，也是人之常情啊。摇头，摇你的死人头啊！你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，你就明白我的意思。我到了你这个年纪，我肯定不会跟你一样。哈，很会顶嘴哈！不跟你多说，我去看新闻。哎，文杰，快来看！昨天张女士在记者会晕倒，因为思念女儿，伤心过度。医生证实张女士中风，情况危急，还未度过危险期。难道是她？在说什么？哦，没什么。现在谢谢探访。哦，我是代表孤儿院来探望张女士的。张女士需要休息，现在不方便放任何人进去。啊，如果我见不到她，我很难过跟院长交代的。真的很抱歉，这是我们医院的规矩。那好吧，麻烦你把这花送给她。啊！哎呀，真的不好意思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是啊。你是姚丽吗？姚丽，阿姨，
妹妹，放手！放开他！放开他！小妹妹，放开他！秘书，先带他们下去。 Yes, madam。张女士，谢谢你的配合，辛苦你了，madam。我老公赵天成，天生好赌，在外面欠了很多的赌债。我告诉他10赌9输，他总是不相信，还越赌越凶。结果他被讨债公司的人逼得走投无路。他们说，如果还不还钱，就要一把火烧掉我们家。那时候我真的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。然后天成他居然想出了一个计划来，就是绑架黄万生4岁的女儿。喂，你干什么？这小女孩是谁呀？你不要问这么多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你不要放走她啊！你绑架是死罪，给警察抓到的话就会判死刑的。所以不要乱来呀！你怎么可以那么做？你赶快把她给放了！这可是我们发财的大好机会啊！还有，我警告你啊，你要看好他，他跑掉的话，我们2个都死定了。你们不是拿了赎金吗？为什么没有放人？我老公根本没想过要放人。我无意间听到他在讲电话，他说一拿到钱就要马上撕票，把那小女孩给杀了，那就永无后患。我真的很害怕，那是个无辜的生命，我们怎么可以杀了她？好吃吗？我要妈妈。你现在去哪里？你要把他送走。如果不把他送走，我的牙齿会飞出去的。给我了！我不管，我要放他走。走，肯定。喂！我说你放了他。放下，放下，放下来呀！要放手！当时我真的很害怕，一时之间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。本来我要马上逃走的，可是又担心警察来到我的家，发现天成已经死了。所以你就毁尸灭迹，对吗？我把他的尸体埋在荒野，再回家把血迹都抹掉，一切处理好之后，我便带着姚丽离开。为什么不把他送回家？我怕，如果我把他放走，这件事会曝光。我也担心警方会误会我，以为我是绑架案的帮凶，所以我一直都把姚丽留在身边。你也太自私了吧？是，我知道我很自私。一直以来，我很喜欢小朋友，跟姚丽又特别投缘。这几年来，虽然是我带走她，不过我一直都尽心尽力地照顾她，爱护她，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一样。她也似乎忘了之前所发生的事，渐渐的跟我亲密起来。我们的感情就好像母女一样，我们的生活一直也过得很平静，很愉快。直到最近，阿姨，我做完了。乖。阿姨，我可以看电视吗？好吧。槟城富豪黄万生在传出病危消息后，其家人于昨日凌晨对外正式宣布，他在家暴毙去世，享年52岁。
黄万轩的遗孀张婉瑜在昨日受访时表示，她对丈夫的离世感到难以接受，只希望能够好好送丈夫最后一程。黄万轩先生生前致力于慈善事业，常年资助儿童教育。对于他的离世，各商界与教育界人士皆感到惋惜。而黄万轩先生虽然生前受敬重，但是他生前却发生许多不幸的事情。最轰动的新闻就是多年前他的女儿遭受绑架。阿姨，那里面的叔叔很面熟。怎么会呢？我都不认识他，你怎么会认识？可是他真的……够了！你刚才的功课做错了很多，一定是不够专心。不要再看电视了，过来温习功课。哦。原来姚丽偷偷跑到书店去偷那本财经杂志，为的就是要多了解黄万生夫妇。如果真相被揭发的话，我不但会坐牢，我还会失去姚丽。所以那天有个男人跟着她回来，我害怕他会发现这一切，于是便把他打晕，再跟姚丽逃走。尤玲啊，我很想问你一个问题：你在做这一切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姚丽一家人的感受啊？我没有想那么多，我只是很害怕我会失去姚丽。但是姚丽终究不是你自己的孩子啊！你为了满足自己，夺走了姚丽一家人团聚的机会，你的良心过得去吗？阿成，这么多年来，你对我忠心耿耿，在我身边帮我解决了不少事，从来都没有一句怨言。我欠你的，来世再还。兄弟，你一路走好。爸，时候不早了，该是时候走了。我想多陪陪阿成，你们先走吧。不如我留下来陪你吧。啊，我都已经低声下气了，老爸还是把我当透明。陈叔刚过世，爸的心里也不好受，也就让他冷静一下吧。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去面对你。你别这么说，我没有怪你，我已经准备委托律师帮你打官司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你不恨我，拆散了你们一家人吗？4年前要不是你救了姚丽，她早就被人撕票了。其实我应该要谢谢你，这些年来把她照顾得这么好。他真的很乖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阿姨，你要去哪里？姚丽，阿姨不能照顾你了。阿姨，不要离开我。乖。听妈妈的话。阿姨，我不准你离开，你不要离开我，不能离开我，阿姨，你不要走，我爱你，阿姨，我爱阿姨，阿姨。是来了哦，好。啊，张女士您好，哎，欢迎您大驾光临，来，进来坐，来，小妹妹坐。哎，想喝些什么吗？不用了，谢谢你。我其实今天来是专程找梁文杰先生的，不知道他在吗？哦，文杰啊，在，我叫他啊。
梁文杰，梁文杰，哎，这么大声干什么？快点，张女士找你啊。哦，梁文杰先生，你好。你好，我今天是专程带我女儿来谢谢你的。姚丽来，我从赵安妮警官口中得知，要不是你的帮忙，我女儿也不会这么顺利的被找到。其实我也没有真的做什么。你就别客气了，是你猜到姚丽的真正身份，整件事情才会真相大白。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希望你能收下。10万块。啊，谢谢你的好意。不过我帮忙不是为了酬劳还是什么的。可是你不收下的话，我不知道怎么报答你。对啊，既然张太太这么有诚意，那你就收下吧。对不起，我不能拿你的钱。那不如我以你的名义把这笔钱捐给孤儿院，你说好不好？好啊，那我就代表那些孤儿先谢谢你了。还有一件事情，吴律师，我想委托你当李有林的辩护律师，尽量的帮他。至于律师费，绝对不是问题。可以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全力以赴的。哎，你先坐下，慢慢的休息，我去办点事情。哎，安娜，我跟你说啊，还在生爸的气，我哪敢呢？我知道爸还在怪我，要是那一天我不去找老柯，把所有的钱通通都给他当做破财消灾，事情也不会演变到今天这个地步。没有人会希望发生这种事的。既然已经发生了，我们就接受吧。你也别太自责了。对了，你知不知道爸跟老柯之间到底有什么恩怨？为什么爸会被他要挟？我也不清楚。老爸根本就不想让我参与整件事，我想最清楚的就只有陈叔。那你相信老柯是被陈叔所杀的吗？我不敢肯定，但我相信跟老爸有关系。文杰，啊，送张女士，来，哦，来，请慢走，我们再联络。慢走啊，再见。还有多久啊？哦，那好吧，我在这里等你。我的司机说还有10分钟才到，因为塞车。梁先生，你不用送我了。没关系，我陪你等吧。老板吩咐。我觉得以你的办事能力跟才干，留在这间小律师楼实在是太委屈你了，也太可惜了。其实我没有你想象中那么有才能。我一直都很相信自己看人的眼光，也很少看走眼。你要不要考虑到我公司的法律部帮忙？其实我蛮喜欢现在自由自在的生活，况且我也没有律师执照，怎么有资格去那么大间的公司？人各有志，要是你，小丽啊！杨丽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梁先生，谢谢你。谢谢。怎么样？没事，医生说只是擦伤而已。没事就好。大嫂，大嫂，你没事吧？哎呦，你手受伤了？没什么，只是虚惊一场。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？是司机通知我你出了意外。幸亏刚才有这位梁先生，是他救了姚丽的。要不是你奋不顾身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真的很谢谢你。其实我也没做什么，最重要是你们没事。谢谢你。你好，我是梁文杰。这是我小叔黄万人。王先生，我觉得你们应该报警。不用啊，刚才那个司机很明显的是冲着他们来的，这绝对不是意外。我说不用就不用。现在人平安就好，我们不想把事情闹大。好，大嫂，我已经订了机票，明天我们就可以回去。这么快？公司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你回去做决定。公司的事情一向都是你在管的，我也只是挂名的董事长，你决定就好啦。可是我想要多陪姚丽几天。那好吧。你没事吧？妈看你的手。你给我的车牌号码我们已经查过了，是一辆报失的车子。报失车子？
几个月前，车主来报案说车子不见了，我们怀疑是偷车贼干的，但是一直找不到相关的线索。我觉得张女士和姚丽的车祸不是意外，是有人刻意要伤害他们的。怎么说？车子是冲过了十字路口往他们开过来，而且司机一点减速的意思都没有。还有，他撞不到姚丽之后马上逃跑。但是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呢？我觉得一个人很可疑。谁？张女士的小叔黄万仁。你认识他？之前因为姚丽的 case 接触过他。你觉得他的人怎么样？我觉得他这个人忠厚老实，很为公司的利益着想。还有，我感觉他很关心张女士。那我问你，公司的大权是不是掌握在他手上？张女士对生意一窍不通，她的丈夫死了之后，就把公司交给了她丈夫的弟弟处理。而且现在黄家的继承人姚丽出现了，她原本以为可以继承哥哥的家产，现在却一无所有。要是张女士和姚丽真的遇到什么意外，那最大的受益人就是她了。根据有灵之前给我们提供的口供，他说马来西亚的警察已经挖到了赵天成的尸骨，但是还是找不到当年绑架的同伙。看来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。有灵，你知不知道当年跟赵天成一起同谋绑架的同伙是谁？天成他有很多朋友，大多数我也不认识。请你帮个忙，再仔细想一想好吗？天成他不想我多管闲事，所以我也没理那么多。那你记不记得在他决定绑架之前，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？我记得天成告诉我，他认识了一个很有钱的朋友，而这个人愿意寄钱给他做小本生意。可是天成拿了钱之后，又拿去赌，结果输完了。那之后呢？那个有钱的朋友有没有怎么样？我不知道。天成好像没一回事。过了不久，他就告诉我，他绑架姚丽。我想他是要还钱吧。需要你帮我一个忙。什么事？暂时帮我封锁赵天成已经死了的消息。你先帮我准备好那些文件，我现在去这机场，大概傍晚就会到槟城。就这样。目标人物出现，在你的12点钟方向。你来了。你是谁？赵天成呢？我是赵天成的弟弟，是我联络你的。他人呢？你应该知道他已经死了吧？因为是你害死他的。我没有，我也一直在找他。你不要再装了，是你把他杀死的。你胡说什么？当年你跟我哥串通绑架你侄女。你担心我哥出卖你，所以你就把他干掉，对不对？我只是跟他一起绑架我侄女，我根本就没有杀他。废话少说，钱。你拿了钱之后，我不想再见到你。你果然是绑架姚丽的合谋。行动。天色向晚，黑夜要浸湿一片荒凉，还在寻找停靠的肩膀，论情是否要永远作伴。云里月光，散发着看不透的光芒，还在梦里想着今朝。谁的心迷失了方向？